没想到你竟是这般无耻！你用的功法类似于乱神诀，特地勾起我心中杀念。虽然你拼命的克制，但是我只看了一眼便知道，你身上充满了血腥气。你不是个剑客，你这些年做的应该是杀人的勾当。 剑到荒云处，笑看云起时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老城主的剑法依旧这般写意潇洒呀。可方才我与他对过一剑，以那一剑来说，他的剑术不至于如此不济。果然是师傅在剑路当中的修炼初见成效，让他的剑术更上了一层楼。你仗着众人无法看清，竟然是鬼道行径。你一路东行，藏剑不动，便是在养一股剑气。当你的杀气盖过剑气，剑势尽泄，就不负方才之勇了。小人，道是你父亲寻找的东西，而我只求胜，只有胜者才有资格论道。道，确实是我父亲时常念叨的词。 剑道，父亲，何为剑道？所谓剑，是指剑术剑法。一柄剑可以炼至多强，从能敌10人到能敌100人，最后敌1000人，甚至敌10000人。我们这些剑客便日复一日修炼手中之剑，就是希望可以将它炼至最强。 能与天下敌。我觉得我的剑已经练到了他所能到的最强。若想再前一步，便得悟道。那道又是什么呢？曾经的昆仑剑仙说过，
他的剑法有3重境界。第1重是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；第2重则是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；第3重便是看山仍是山，看水仍是水。啊！爹爹参悟许久，也无法明白其中含义。但爹爹认为，所谓道，便是一个拔剑的理由。原来有些道是要在将死那一刻才能悟出来的。一生中的最强一剑，或许只有出1次的机会。可惜，无法再保护你了。我方才说过，无双城的人没有资格提起我父亲的名字，尤其是你，什么流水星云，破；什么宗师气象，破；什么天下无双，皆可破。此刻你杀得越凶，你便输得越快。败了，你想要我用杀人术，可我偏不用。今日我便用剑胜过你。是他，你认识他？暗河执三鬼，苏沐雨。暗河，若真是暗河，那么这一切都可以解释了。剑长老，此话怎讲？难道说无双城与暗河还有什么牵扯？而且还与无剑城有关？城主不必多问，都是些过往事了。啊，师傅，剑仙有些控制不住了。他只是看到了值得一战的对手，想要与其一战。只可惜你尚且年幼，不然这样的对手确实值得一战。师傅，那该怎么办？不必担心，要不了多久，他便会安静下来。小无双，待你长大之后，一定要带他去找值得一战的对手。老城主，这是要败了。他本就应该败了，只是这一败，晚了10几年罢了。若是当初败了，他还有机会东山再起；可今日败了，他便是真的败了。来了，老城主最强的一剑，成剑上九天。龙吟落黄泉，应是你落黄泉。结束了。玉如意。好纯粹的剑气。师傅，这剑匣怎么自己还会动？方才并不是剑匣自己动的，是你自己在不经意间催动了无双剑匣。这2天，
我只是教了小无双一些基础的内功心法。方才那玉如意是否改变了下方的战局？使剑！我现在杀气已退，剑势不在，你若此刻对我出剑，我必败无疑。我知道，可我绝不会趁人之危，只希望公子能留我师父一命。留你师父一命？可你师父当年杀尽我无间城所有人的时候，可曾想过留他们一命？你说的没错，我师父当年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可原谅。可是我作为他的徒弟，又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师父在我面前被杀死呢？希望公子可以理解。而且我师父此刻已筋脉尽断，现在未死，也全凭身上那口真气吊着，可他也活不了几日了。周公子，为何要出那最后一剑呢？一名剑客的死，并非肉体上的生死，而是剑心的存亡。刘云起的剑心已被我击溃，此生再也无法握剑。他已经死了。是。多谢周公子。其实我们见过。是的，当年共于魔教之时，我曾见过公子的剑法。可既然公子以卓越安之名前来，那你便是卓越安。我很欣赏你，你和你师父很不一样。你的剑法中没有太多力气，只是承载的过于重，无法让剑随本心，所以始终无法达到自己的最强境界。很多人都这样说过。既然长老们将无双城交付于我，我便不得不把无双城的荣辱都放在我这柄剑上。天下无双。听闻昔日曾有白羽剑仙救弟子于天启城的法场之上，离去之时，一剑斩落了上方的牌匾。那么今日，我若一剑将这4个字斩断，无剑城之名定能重新名扬于江湖之上。公子，请不要妄动。7日之后，你我一战，若你败了，我便将其斩断。好，7日之后，无双城后山剑炉旁，我愿意看一看公子的剑。好。这小子换了个名字，行事作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问剑无双城也就罢了，竟然还将老城主打成了残废，太嚣张，太霸道了。早点如此，我们早就踏平3家了。是啊，宇哥向来是最不喜欢出风头的，可这一次全天下都在讨论这个无剑城少主卓越安。只是什么？只是宇哥在最后一刻使出的招式有点类似18剑阵。当初帮助各大门派抵御魔教东征时，宇哥曾在众人面前用出过这18剑阵，所以隐隐约约就有些人在传言，无剑城少主卓越安便是暗河的执三鬼。只是因为这个推断太过于荒唐了，很多人都不敢相信。行走于黑夜之中，取人性命于无声的刺客，突然光明正大的走在阳光之下，还去挑战曾经最辉煌的门派，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啊。那他事情办完了也该回来了吧？哎，不对，他怕不是就直接回了南安？不是，宇哥又约了无双城城主宋彦回，独占于无双城后山。啊？苏沐雨脑子坏掉了？无双城城主应当是不太好对付的，宇哥这次怕是真的起了好胜之心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宋燕回算个什么东西，值得他这么去等？当年共御魔教的时候，又不是没有见过他的功夫。要真的想以剑名震天下，那为何不直接去找雪月城教训一下那个臭丫头？啊？不过这样也好，过去的痛苦确实应该找一天斩断了，不然他一辈子心中都要记挂着那仇怨。而我也在等着这么一天。我早就知道他的身份了，但是他不知道吴建成覆灭的幕后黑手。不过看他此番行径，他应该是探查到了幕后黑手是无双城。无双城早就不配是天下无双了。不过刘云起败了，还没完。还有什么？苏沐雨和宋燕回约定好了，4日之后，无双城后山再战。或许真正的复仇是该屠灭无双城，而我不想。我知道阿爹你也不想，毕竟无双城也并非都是刘云起之辈，而以杀止杀也永无止境。你做得很好，我的孩子。阿爹，阿爹不想你活在仇恨之中。此剑债了，以后你就只做你自己，不必再背负这些过去的恩怨了。孩子，你看，今夜的月西下之后，明日依旧是崭新的日出。没想到那家伙还真的问剑无双了。人家问剑无双，扬名天下，你得意什么？不过卓越安，卓越安，没听过。卓越安就是苏沐雨，他本是天下无剑城的少城主，如果不是因为突遭变故，他长大后定是有机会拜入学堂的。造化弄人啊！所以你这是要去看热闹？以现在的身份进入无双城，如果被人发现了，可是个大麻烦。那你兴奋什么？因为这个热闹是有人撺掇出来的，他想借苏沐雨的剑引起无双城之乱。无双城乃昔日天下第一城，如今武学已到落了下乘，可气质一到，仍可称第一。这个肥肉我们盯了数年，也确实到了吃下肚的时候了。一个只求胜的疯子，和一个禁锢于琐事的傻子。无双城的天，早该变一变了。只是如今，正好用上了卓越安的事。然后，那个人好从中获利，而且他还是朝中之人。这件事情你跟我提过。之前我想派人去无双城，被你拦下了。这一回，打算怎么做？令人想不到的是，苏沐雨把有人想要利用他这件事告诉了我，我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。他既然想要让无双城乱，好，
那就让它更乱一些。怎么更乱？来人！殿下，四怀城那边如何了？我们的人与那城主府的大弟子交往多年，直言此人是个无脑无能之辈，易被策反。至于另一位，也已出关，愿助我们一箭之力。苏昌河呢？可有探查到动静？暗河之人着实隐秘，我们只发觉此人的点碎痕迹，但应是朝着四怀城方向无疑。剑道之争却无当世剑仙，是不是缺些意思？好，那就让我们恭候各位剑仙齐聚无双。真正的棋局就要开始了。那是何事？暗河苏家家主苏沐雨问剑无双城，将与无双城城主宋彦回有一战。我讨厌你们，却觉得姬若风这家伙还不错。说吧，这次找我又有何事？堂主无事找严先生，只是有一场趣事，怕先生错过。一件和剑有关的趣事。是凡尘之事。李掌教，师傅。贵客远来，是带了什么消息吗？见过玄剑仙。哼，也不知这姬若风是不是在我望城山藏了什么眼线。明明我的好徒弟没有下山，也不曾和人比试过剑术，可偏偏就得了什么玄剑仙的名头，让我这原本避世安宁的望城山难得安宁。师傅，别对人那么凶嘛。远来便是客。哼，我奉堂主之命，传一个消息给玄剑仙。说便是了。苏家家主苏沐雨问剑无双，战无双城前城主刘云起胜，随后约战无双城城主宋彦回。哼，这和我望城山有什么关系？你回去告诉姬若风，以后再来我望城山造次，我去天启把他的白小堂给砸了。姬堂主是想要我前去一关，可是我不能出这望城山。姬堂主天下白小，又怎会不知道呢？堂主也邀请了其他几位剑仙，因为堂主认为这一战很有可能会在江湖上再诞生出一位剑仙来。若一夜之间江湖上变成6大剑仙，岂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？剑仙，他一定会去的。他这般爱剑如痴的人。师傅，罢了，你自己做决定吧。转告姬堂主，玉真心领了。好。撤。走。
池中女。白小棠果然消息灵通，才初见便认出了我。我听说你们最近在各地拜访剑仙，便想着来这里等上一等，没想到运气不错。原来你是想寻白小棠买消息，那你随便找个分堂花钱便是了，何必堵我？当我不知道吗？你们白小棠似乎和内卫司有着什么猫腻，有些消息从不出手。你想知道的是关于玄武使唐连月。如果你不愿意给，倒也可以。我嘛，总有办法逼得你给。你回去问问你们堂主吧，解药下次再给。师傅，颜回，你醒了。你是不是会怪我？明明你想做一个行走天下的侠客，我却一定要把你框在这无双城中，背上这一城荣辱。师傅，你觉得无双城是不是天下第一？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可你是不一样的呀，颜回。从我见到你的那天起，我就知道你是可以改变这一切的人。你不比他们任何一个人差，你是天生便为剑所生的人。可我时常后悔，是不是我给了你太多的压力，让你无法跟他们一般自在？剑心之上便没有他们纯粹，你不该跟他约战。师父，师父，你不该跟他约战，明白吗？师父，你不必太过激动，你别忘了，徒儿还有一招绝技尚未施出。你是说枯荣剑法？你糊涂啊！那你也会死。会死，但不会输。以我之死，成全无双城的气节，是我这个城主应该有的职责。你那徒弟能开启无双剑匣，是不是可以让他？师父，无双年纪尚轻啊，做师父的总应该走在徒儿前了。你也是这么对我的，而且我不希望无双再经历我走过的老路，我希望他有自己的选择。至于无双城的未来，就交给他们年轻那一代吧。好，很好，便依你的吧。我这一生做的都是些错事，希望你们不要再走我的老路。
最近四怀城来了很多人啊。天下各派有入四怀城的人不计其数，都想进天下坊，要无双令。哼，那一定生意很好吧？原本是桩大生意，可来的人里面，甚至有大派的掌门，还有小邑天下的一流剑客，同时卖出这么多无双令，必然会造成很大的混乱，我们也容易暴露。而且，现在要无双令的高手越来越少了。为何？他们觉得他们人来的太多了，多到无双城根本拦不住。你说这些人，攻个城都够了，他们要无双令干什么？到时候势必会造成更大的混乱。谁？我。师傅。最好别路过，但凡在我无双城的地界路了过，我可就留不住你。